我们种的这个辣椒啊，口感非常好吃，属于那种入口以后没有渣的，也是一种香辣型的。今天跟大家聊的不是关于辣椒的品种啊，而是我们做无土栽培时候选用的栽培机制。你看我们这个种植袋里的栽培机制呢，已经用了4年了，用的是蚯蚓粪配了一点稻壳。4年过去了以后，你看这个栽培机制，虽然说它还具有一定的松散性，但是它的透气性一定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只能说它仅仅现在比土强一点，和真正的栽培机制那错得太远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一茬结束以后呢，就要把这个倒掉了，重新换新的栽培机制了。这也是我想给大家聊的关于蚯蚓粪做栽培机制的使用的一些问题。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就是我们在选用一种材料去做栽培机制的时候，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性价比。好比说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用蚯蚓粪配的一些物料做栽培机制，因为我们当地的蚯蚓粪很便宜啊，给你运到地头100块钱。即便它的性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它便宜，所以说呢，我们就选用。然后后来大家看到我发的很多的一些蚯蚓粪做栽培机制的视频呢，有很多朋友不远千里去找这种蚯蚓粪的材料来做栽培机制，1吨花好几百块钱，然后去做栽培机制。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意义。刚才也看到了，我们这个4年以后用蚯蚓粪做栽培机制的这种机制呢，已经是不能用了和土差不多了已经。这就是蚯蚓粪的一个特性。所以说呢，如果说当地有很优惠的这种蚯蚓粪，你同样还可以用，但是不建议，就是说当地没有这些物料的不远千里或者高价买这些东西去做栽培机制。目前来说这个我们用的栽培机制呢蚯蚓粪配稻壳，叶糠配稻壳等等，都是利用一些当地的一些物料，哪些物料比较便宜，在这个时期，然后呢随手能拿过来，然后计算它的一个性价比来去选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在选择栽培机制的时候讲究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